这个视频可能是全网最全的陶瓷发展史，从陶瓷的起源、演进、科学原理，彻底整明白为什么陶瓷能代表中国。视频历时半年制作，文案有3万字，压缩为半个小时的视频，恳请各位朋友点赞、收藏、转发，不要让它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2012年，一项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北大团队在 Science 上发表文章，中国仙人洞遗址发现2万年前的陶瓷。这项发现使我国成为了最早烧制陶瓷的国家。从遗址中出土的碎片复原后，是一个蛇纹缠绕的圆底壶，胎土粗糙且夹杂着石英颗粒。新石器时代，黄河之滨、长江两岸、东南沿海不同地域的先民们创造了风格迥异的陶艺世界。西安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红陶人头壶，少女发簪盘绕，面容宁静，壶身浑圆饱满，宛如孕育生命的母体。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薄如蝉翼，光亮如墨玉。4000多年前的工匠竟能将泥土驾驭得如此登峰造极。同时期，白陶闪亮登场，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龟造型奇特，3个肥大的傣族稳稳站立，既能温酒又可煮水。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人鱼合体，散发着神秘的巫术，守护着夭折的孩童。那件人头形气口瓶，宛如梳着齐刘海的远古少女，瓶身绘满纹饰。而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舞者手牵手，群居飞扬，将先民欢庆的瞬间永恒定格。夏商周时期，青铜礼器闪耀着王权的光芒，商代贵族追求极致，白陶成为青铜的平替，胎质洁白如雪，纹饰精美繁复。而百姓家用的灰陶锅碗瓢盆，同样是泥土烧造，一个专攻王宫，一个塞满千家万户。在长江流域，印纹硬陶也很常见，表面压印着简洁有力的几何图案。在商代中后期的安阳殷墟，原始瓷器悄然出现，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青绿色釉，胎体更加致密，基本不吸水，这与普通陶瓷有了本质的区别。当然，出生的原始瓷还显稚嫩，釉色不均，胎体偶有裂纹。在随后的战国时期，无限接近真正的青瓷。秦始皇统一6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秦朝虽只存在了14年，却烧出了令人惊叹的地下奇迹。其实，兵马俑源自殷商时期的人殉葬，在安阳殷墟已发掘的10几座大墓中，被生殉、杀殉的多达5000余人。虽周王朝推行周礼，减少了人殉的现象，但并未根绝。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陶木俑代替人殉，俑便成为了墓葬中的陶塑、石雕的专有名词。兵马俑这支埋藏1000年的地下军团，规模宏大，写实逼真，千人千面，士兵、将领、战马、战车，细节栩栩如生，低温陶塑技艺在此登峰造极。汉代国力强盛，视死如视生的厚葬之风盛行，催生了陶瓷艺术的繁荣。彩绘陶是汉代生活的多彩画卷，由于汉代宫殿壁画大多银灭，这些绘制在陶器上的鲜艳纹饰、飘逸的云气、奔腾的瑞兽、生动的场景，成为我们窥见汉代艺术灵魂与社会万象的珍贵窗口。而汉代对世界陶瓷的最大礼物，莫过于低温铅釉陶的发明。这种新技术第一次让陶器披上了如翡翠、琥珀般晶莹的釉色。大约在东汉晚期，浙江上虞、绍兴一带的窑火中，成熟的青瓷诞生了。它胎质坚硬，釉层均匀清亮，彻底告别了原始瓷的稚嫩。从商周原始瓷开始的1000年探索，终于修成正果，中国瓷器时代正式拉开帷幕。三国时期，北方曹魏治下，战火连绵，手工业凋零，陶瓷以铅釉陶和灰陶为主，光滑暗淡，难复东汉盛况。而长江中下游的孙吴，这里的青瓷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釉层更加均匀清亮，胎质坚硬细腻，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代表作便是谷仓罐，又称魂瓶或堆塑瓶。它并非使用器皿，而是寄托生者厚望的随葬冥器。罐身上方堆塑着亭台楼阁、百鸟栖息、牲畜成群、粮仓满溢，栩栩如生的微观世界承载着祈愿逝者在彼岸世界继续丰衣足食的情感。至于蜀汉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足以反映陶瓷的真实面貌。魏和西晋短暂统一后，公元316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陷入16国的纷争，晋室南迁，中国进入近300年的南北大分裂。战乱迫使中原百姓大规模南迁，佛教空前兴盛，石窟艺术辉煌。在这割裂的时代，陶瓷工艺也分道扬镳。在相对安定的江南，以宁波绍兴为中心的越窑将青瓷技艺推向新的巅峰，釉色纯净清脆，胎骨致密如石。他们继承了孙吴的衣钵，成为南朝士族清雅生活的象征。北方延续着汉代的传统，白瓷洁白的胎体打破了千年青瓷一统天下的格局。而最能代表这个佛教鼎盛、文化交融时代的杰作，莫过于青瓷莲花尊，通体富养莲花缠绕，层层叠叠，象征着佛国净土的圣洁。南北朝的分裂造就了陶瓷南方的青瓷如玉，北方的白瓷似雪。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精进，默默地积蓄着力量。隋朝终结了南北朝300年的分裂，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丝路驼铃，海舶云集，佛教香火鼎盛。隋代瓷器承袭了南朝青瓷的温润，北朝白瓷也日益纯净，意义非凡。若没有这洁白如玉的基底，后世那青花的幽蓝、釉里红的炽烈、斗彩的争妍、粉彩的柔美，又将如何尽情的绽放？说到搪瓷，大家都知道搪三彩，但它根本不是瓷器，而是低温铅釉陶，说白了就是带釉的陶器。载乐骆驼俑是三彩陶塑的巅峰之作，高大的骆驼载着欢歌笑语的胡人乐队，乐手们弹奏着琵琶，击打着鼓，吹奏着碧丽。这凝固的瞬间是盛唐包容万象的气度以丝路繁荣的见证。唐三彩中的仕女俑则记录了唐人的审美，从初唐的修长到晚唐的丰腴之变。唐代瓷器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盛唐时期，南方越窑青瓷技艺登峰造极，温润如玉，被誉为诸窑之冠。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胎骨细腻洁白，深受皇室贵族青睐。盛唐的创新活力不止于此，湖南长沙窑异军突起，大规模使用釉下彩绘，纹饰充满了生活气息。长沙窑不仅是唐代外销瓷的绝对主力，更深远影响了后世彩瓷。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装载了超过6万件唐代瓷器，其中长沙窑产品竟占到了90%以上。唐代窑口百花齐放，河南鲁山窑的花釉瓷播撒出绚丽斑驳的色彩，陕西耀州窑的茶叶墨釉沉稳含蓄，河南巩义窑尖烧白瓷、三彩及早期青花。晚唐越窑的巅峰之作秘色瓷惊艳问世，釉色密而不宣，莹润如水，将青瓷之美推向神秘之境。同时，河北邢窑逐渐衰落，河北定窑白瓷崛起，风格转向精巧雅致。唐王朝落幕，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五代十国。然而，在相对安定的南方吴越国，窑炉中的火焰并未熄灭，越窑青瓷继续书写着传奇。五代初期，秘色瓷余韵以端庄的造型征服世人，而到五代晚期，越窑工匠们的刀锋在胎体上游走刻画，雕琢出流畅的连瓣缠枝，巧手镂空剔透，营造光影变幻，多种技法浑然一体，照亮了宋代瓷器走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巅峰之路。宋代，一个将东方美学推向极致的时代，水墨氤氲，理学精微。而宋瓷则是这份精神在泥土与火焰中的结晶。明代，宣德鼎离谱钦定汝官歌君定为五大名窑，诠释着宋人道法自然、含蓄内敛的至高追求。汝窑为魁，是宋徽宗梦中的雨后晴空，仅在北宋末年昙花一现，专供宫廷，制器不计成本，
以玛瑙入釉，存饰不足100件，釉质温润如玉，开片如蝉翼，天青色等烟语，而我在等你。道尽他烧制的偶然与珍惜，青色乃道教正色。宋徽宗笃信道教，这份信仰深深地烙印在汝瓷的灵魂里。官窑是皇家专属，它不求纹饰繁复，只追釉色之美。胎骨深沉泛紫，口沿釉薄处透出紫口，圈足无釉成铁足，釉层肥厚如凝脂，冷却时自然开片，裂纹成为最本真的装饰，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巅峰。哥窑身世成谜，窑址无踪，其器物胎色灰黑，釉面酥油般光泽。最令人着迷的是金丝铁线，天然开片被匠人精心浸染，粗犷的深褐铁线与细密的金黄金丝交织缠绕，形成了浑然天成的残缺之美。钧窑是火焰与釉料的魔法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在青釉中加入铜，高温下幻化出玫瑰紫的华贵，海棠红的娇艳，月白的清冷，釉色流淌交融，常有蚯蚓走泥纹蜿蜒其间，钧红尤其珍贵，开创了铜红釉的新纪元。定窑是白瓷之王，釉色白中泛暖，如象牙般温润。它不满足于素白，创新的刻花、划花、印花技艺精湛，纹饰清雅。为提高产量发明的复烧法，使口沿无釉，贵族们便用金银镶边，反添奢华，成就了白定有芒，价高于玉的美谈。宋代陶瓷的辉煌不只属于庙堂，宋朝茶文化盛行，风靡点茶、斗茶。福建建窑的黑盏成为了斗茶神器，胎厚稳重，釉色漆黑，釉中析出的铁结晶形成了兔毫、油滴，甚至是梦幻的曜变斑纹，衬托着雪白的茶沫，胜负立判。这么深邃的东方黑东渡日本，化作曜变天目，被尊为国宝。宋朝的龙泉窑青瓷，釉色粉青似玉，梅子青如翠，规模宏大，远销海外。磁州窑白地黑花，纹饰质朴生动，充满了人间烟火。吉州窑创意非凡，木叶贴花、剪纸贴花，妙趣横生。这就是宋瓷，它以汝官歌君定的极致美学登顶艺术之巅，以建盏、龙泉、磁州、吉州窑的蓬勃创新融入市井生活，不仅装点了宋人的案头与茶席，更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雅韵播撒全球。蒙古铁骑建立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海陆丝路畅达。中国陶瓷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其中心就在景德镇。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首个中央政府在景德镇设立的官方管理机构，它汇集天下良工，监管玉瓷生产。景德镇工匠创新改良胎土配方，元青花横空出世，使用波斯进口的顶级钴料，在素胎上挥毫泼墨，照以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色泽幽蓝深邃，器型雄浑大气。元青花彻底颠覆了青瓷千年的主导地位，开启了中国瓷器以彩绘装饰为主流的新纪元，成为风靡伊斯兰世界乃至欧洲的奢侈品。创新的火花不止于此，釉里红在白底上描绘出暗红的纹饰，出生时色彩如醉霞般晕染。高温蓝釉瓷，色泽如蓝宝石般深邃。卵白釉，釉色湿透乳白，微泛鸭蛋青，长模印、云龙、缠枝花，多为官府定制。景德镇之外，传统名窑依然闪光，龙泉窑青瓷继续大量外销，磁州窑白底黑花质朴生动，钧窑窑变釉色引人入胜，德化窑白瓷温润如玉。通过空前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以青花、龙泉青瓷为先锋，大规模输往全球。1320年代，沉没于韩国新安海域的商船装载了超过2万件中国瓷器，证明元代中国瓷器早已成为世界商品和文化符号。明朝，景德镇稳坐世界瓷都的宝座。开国之初，红五青花延续了元代雄风，器型硕大敦厚，笔意粗放豪迈。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船队从波斯带回的苏麻离青料，发色浓艳如蓝宝石，笔触自然阴散，堪称青花之王。纹饰大气磅礴，缠枝花卉舒展，龙纹矫健威严。经典的海水江崖纹，波涛翻涌，托起了山峦，象征着江山永固。
接下来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动乱，官窑瓷器不输年款，曾被视为青花瓷的空白期。但近些年考古发现，揭示了这是一个大气煌煌的时代。烧造的青花大缸、绣墩体量惊人。明代中后期，陶瓷绽放出多元的光彩，成化斗彩是淡雅精巧的典范。釉下青花勾勒，釉上彩料清甜，鸡缸杯名扬天下，胎薄釉润，绘工精妙入微。佳境万丽，青花五彩，浓烈奔放，使用回青、石子青混合青料，发色暗中泛紫，纹饰铺天盖地。道教祥瑞八卦，云鹤盛行，英系图憨态可掬，头部夸张，红绿黄彩对比强烈，尽显晚明的世俗活力与奢华风尚。单色釉同样登峰造极，霁红釉色如初凝牛血，深沉质烈，极难烧制，是继天理气之尊。霁蓝釉均匀深邃，静穆如深海，是继地理气之选。甜白釉温润莹白，细腻似陶，是永乐大帝的心头好。德化白瓷名动海外，胎骨洁白胜雪，釉质乳白凝脂，宛如象牙。何朝宗等大师的瓷塑观音、达摩衣纹流畅，神态超逸。这就是大明陶瓷通过全球贸易网络，成为了欧洲王室争相收藏的奢侈品。中国美学影响了世界。明清交替，战火纷飞，景德镇御窑一度停烧，但民窑却因巨大的海外需求，进入瓷器发展的转型期。青花使用国产土青料，画风洒脱自由，流行山水寄情、花鸟遗兴、戏曲故事，甚至题写诗句，充满了生动的市井气息。随着清朝统治稳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迎来了中国陶瓷史上集大成的时代。康熙青花，工匠运用高超的浑水技法，完美地再现了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雍正、乾隆青花临摹永乐、宣德成画佳境之风，可以以假乱真。另外，彩瓷世界百花齐放，康熙五彩古朴凝重，以大件器物棒槌瓶、观音尊为佳，纹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色彩鲜艳醒目。斗彩在明成画基础上精工细作，纹饰繁复。珐琅彩受西洋铜胎画珐琅启发，初用进口料，后国产超越，在景德镇制素胎，运往京城宫廷，由顶尖画师用珐琅料绘制，材料堆叠，富丽堂皇。粉彩受珐琅彩影响而生，又称洋彩，用玻璃白打底，材料柔和渲染，呈现出阴阳相悖的立体感。雍正时取代五彩，成为釉上彩的主流。在乾隆盛世，象声瓷以假乱真，螃蟹、花生、核桃形态质感惟妙惟肖。镂雕瓷鬼斧神工，玲珑套瓶转心瓶，通体镂空，雕琢繁复，内瓶可转，透过外窗可见内画，构思奇巧，技艺卓绝。颜色釉仿古创新，民间有若要穷烧狼红的谚语，狼窑红仿宣德，却更鲜亮浓艳，釉如牛血，烧成极难。与此同时，紫砂艺术兴起，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设计品评，赋予了紫砂壶文化内涵。尤其乾隆帝爱茶，宜兴为其特制御用紫砂壶，将诗书画融入其中。清末民初，山河破碎，景德镇的窑火难以维系，官窑体系瓦解，青花失了神采，粉彩流于媚俗，颜色釉日渐稀少。为了求生存，各窑口倾尽全力仿古，从宋代的汝官、歌君锭到明清的青花、彩瓷，高手匠人制作的精品饥可乱真，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特色。然而，乱世并非墨守成规，文人词汇兴起，以朱山八友为代表的艺术家以瓷代纸，融入了山水、人物、花鸟，格调清新，为瓷坛注入了一股清雅的书卷气。回望这跨越万年的陶瓷长河，惊叹于历代陶瓷之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赋予了泥土神奇的蜕变能力？为什么看似普通的矿物能在烈火中幻化出千姿百态、历久弥新的艺术？如果说泥土是躯壳，那么窑火就是灵魂。从新石器时代的粗陶到明清御窑的彩瓷，
每一次蜕变都是硅酸盐矿物在精准控温下的重构。其实陶和瓷本就是两种东西，陶器的原料比较粗糙，就像路边随便挖的泥巴，先民从河床、山坡铲点粘土，里面混着石英砂，含铁量也不低，一般会大于 5%， 烧出来自然带点红褐色。烧它也不用太高的温度，800到1000摄氏度就行，跟烤饼干差不多。但这种泥巴饼干质地疏松，像块海绵，装水特别容易漏。而瓷器用的是特制面粉，主要成分是高岭土和磁石。高岭土像泥土里的钢筋，从矿脉中挖出来，洗去杂质，里面的氧化铝含量超过 30%， 所以瓷器能扛住1200度以上的高温，不会像陶器那样容易变形。另外一个主要的成分是磁石，就像天然胶水，富含的二氧化硅、钾钠氧化物能降低高岭土的熔点，两种土像做蛋糕一样按比例混合，在高温下融为一体。做好了瓷器的坯后，之后就要上釉彩。工匠们先把原料磨成粉，调成浆，再用浸淋吹的方式给陶坯上妆，最后进窑烧，这层彩妆就会变成光亮的膜，牢牢地粘在胎体上。最早的釉料其实是先民烧陶时的小插曲，就像熬粥时见到锅边的米汤，烧干后会结一层亮膜。陶器烧的时候，含氧化钙的草木灰飘落在坯体上，遇到磁石里的二氧化硅，在1200度高温下裹在陶器表面，形成一层玻璃衣，并且裹住了坯里的二价铁离子，于是就显示出了青绿色。糖三彩的绚丽全靠氧化铅的入溶剂，就像熬糖浆时加了一勺醋，能让糖在更低的温度就融化。铜绿、铁黄、钴蓝三种颜色在低温下自然流淌，最后凝固成马身上的斑斓花纹，泳衣上的绚丽色块。元青花用从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含钴量高达 10%到15%，在1300度的高温下，钴离子在釉层里晕出蓝色，而里面的锰铁杂质就像颜料里没搅开的小颗粒，烧完后变成黑色斑点，反倒成了元青花的防伪标识。汝窑的开片是釉料与胎体热膨胀系数差异所致，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于胎体，发出悦耳的风铃声，形成了细密的裂纹。钧窑最像盲盒调色盘，工匠在釉里加了氧化铜，窑里氧气少的时候，铜会被还原成金属颗粒，这些颗粒与釉里的铁黄褐、钴蓝等元素混合在一起，在高温下慢慢晕开，形成渐变的颜色，就像宇宙中的繁星。泥土变为器型是力与结构的平衡，不同的成型工艺直接影响了最终成品的致密度与强度。新石器时代仅凭双手的捏塑、泥条盘铸，到了仰韶晚期慢轮修整，出现规整，再到龙山文化快轮拉坯，实现了胎体精准延展。商周模印范铸，唐代模印贴花及宋代定窑复烧法，通过模具实现了批量生产。面对大型复杂造型，分段拼接与镂空雕刻展现了巧思，而宋代立坯、明清补水等工序更以精细修坯与表面处理为器物质感与后续装饰奠定了基础。烧窑是陶瓷蜕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包含窑炉技术的千年演进，从新石器时代露天堆烧的地堆窑，到商周半封闭的穴窑，再到秦汉依山而建的龙窑，唐宋时期北方的馒头窑与南方的分式龙窑，明清景德镇的蛋形窑，窑炉从简陋到精密，热能利用率与控温精度有了质的飞跃，烧制过程历经脱水期、氧化分解期、玻化成瓷期、保温期、冷却期，每一个阶段的精准把控，让火焰与泥土凝结成了跨越1000年的陶瓷文明，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文明的坚守。好了，这期就到这里，看到这儿的朋友们请动动手指，留下你的点赞、收藏、转发吧，关注陆克，后续内容会更加精彩，我们下期再见。